近段时间以来，美国不顾我国劝阻，执意坚持对台兜售军备，让我国本就敏感的台海局势骤然紧张。这种接二连三挑动中国人民底线的做法，也让整个台海上空阴云密布。而就在最近，网上开始流传一张照片，引发外界热议，到底会是什么呢？在10月30日，我国互联网上突然热传一张福州车站的照片。从照片中赫然可以看到，在一列极长的货运火车上停放着大量04式步兵战车。而之所以确定是福州车站，是因为整张照片上方正挂着2个站牌，福州站3个字清晰可见。从我国相关在场居民声称，第一眼就被场面震撼到了，托运的火车一眼望不到头。需要指出的是，04式步兵战车 ZBD-04 作为我军转为陆军机械化作战理念设计的产物，着重强调了战车为队友提供火力支援和掩护的能力。这款在2008年获得我国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的战车，采用自研的履带式底盘，全身铝合金材料打造，导致全车质量较轻，为战车提供了良好机动性。加上战车前部的装甲倾斜角设计，为战车提供了良好的防弹功能。从此次网上流传的这张福州车站照片来看，炮塔上方有一个疑似光电塔的模块，很可能是我国的 ZBD-04A 步兵战车。作为改良版，采用了 BMP3 炮塔模块，具备激光制导能力。而驾驶室安装有反式稳定周视观瞄镜和一个热成像仪，有利于复杂战场条件下的作战，让其成为一款战场利刃。当然，作为我国自研的装甲载具，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火力不足恐惧症特征。炮塔上并排安装了100毫米口径的火炮和一口30毫米机关炮，额外配置了一挺机枪，可以说武装到牙齿。该款战车也通常用于与 99A 主战坦克配合，完成协同作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 ZBD-04 还有一款衍生版本，能够支持2栖突击作战。此次到底运输的是陆战型还是2栖型，光凭一张图还不好分辨。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我军04式步兵战车现身福州车站，背后意义其实早已不言而喻。而在近段时间以来，此类事件并不罕见。比如在本月，我军最前端战机歼20已经被发现出现在了浙江衢州机场。东风17作为目前被视作无法防御的高超音速武器，也已经部署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在近日，官方也在有意识地放出一些相关消息，例如疑似我第72集团军在近期举行誓师仪式，接着我国火箭军某部也开始执行誓师仪式。再早一些时候，我军东部军区更是举行了大规模的巷战演练，以及多军种联合跨海登陆作战演练，其中各类新式装备悉数登场。而各项无人化作战的出现，也让不少网友开始反向担忧，这要是对面想临阵投诚，这可连投诚对象都不知道找谁了。而如此接连不断的大动作，早已让我国军民们大呼过瘾，也让外界看到了我国维护主权完整、国家安全的决心和意志不可动摇。近日，西藏军区积极组织开展高原装备观摩活动，升级版迫击炮无人机惊艳亮相，或成为我军又一款神器，敬请关注。据西藏军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10月29日发布文章，近日，西藏军区积极组织开展了高原装备无小观摩活动，希望深化装备效能，挖掘新装备运用前景，探索高原装备体系的方法和路子。在活动中设有电子对抗、电子通信、担保设备、新型无人机等等，总共8个区域。其中无人机区的无人直升机河豚 A3 型无人机惊艳亮相。河豚 A3 作为全国首款防务型无人直升机，整体身形小巧玲珑，原地起飞重量可以达到40千克，最大载重15千克。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20公里每小时，拥有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还可以作为无人机蜂群协助作战。只需要一个控制台，就可以控制50架无人机执行集群任务。作为军民两用无人机，它的火力更是一点都不弱，可以挂载40毫米火箭弹、5种多用途的战术弹、LG6榴弹枪等等多种火力炮弹和轻型机枪类武器，还可以在飞行过程中自动调整攻击角度，对多功能大载荷的作战任务一点都不欠。另外，河豚 A3 还装备了近炸引信头、战地激光测绘模块，可以出色的完成作战打击、应急救援、战地防护、物流等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河豚 A3 无人机的前身河豚 A2 无人机同样是以小巧多用途而著称，而升级版的 A3 除了外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外，全体机身的长度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在外形上， A3 采用了全新的分体式模块化设计，扩大了载荷系统配挂空间，独特的托式电池、大跨度梯形支架设计显得十分帅气。原本的 A2 因为可以携带4枚迫击炮进行攻击，也被不少军迷称为迫击炮无人机。而升级之后的 A3 可以携带8枚迫击炮对作战目标进行精准打击，还可以在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下工作，最高飞行海拔可以达到5100米，刮7级大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稳定的飞行。就这几项功能，简直就像是为了高原而生一样。
但其实它还可以执行海上任务。当然，这或许不及大型的专属军用的无人机，但是在需要小体型的无人机作战任务上，还是少有能出其右的。最乐于称道的是就是近炸引信头了，在炮弹上安装小型雷达，通过发射信号和接收回波，确定与目标距离，选择爆炸范围，确保能够精准炸回目标。不止这些，还有不少功能也是令人赞不绝口，比如小半径定点盘旋和八字盘旋，这可不比专业的军用无人机差。良好的适应环境，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实现起降，想在哪里用就在哪里用。虽然从速度上、续航能力上或者载荷量上都不如大型军用无人机，但是除此之外也是不能否认它的优秀的。只要再努力升级，说不定就又是我军的一款神器了。据人民日报海外网在10月30日的消息，阿塞拜疆国防部放出了一段视频，并表示已经消灭了亚美尼亚掌握的龙卷风骑射火箭炮系统。而事情发生在10月29日下午15时。从整个视频中可以明确看到，无人机在高空已经成功锁定了龙卷风火箭炮的车身，随后通过引导导弹进行精准轰炸。不过从视频看，该车辆并未被完全摧毁，仅仅是使其丧失作战能力和移动能力。当时车上的士兵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了被锁定的情况，当即直接冲出车里逃跑。而另一段视频则体现出的是阿塞拜疆麾下的无人机的长时间续航能力。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发现并锁定了一辆亚美尼亚的龙卷风火箭炮系统。不过阿军却没有直接动手轰炸，而是选择静观其变。一段时间之后，火箭炮攻击完毕，开始向后撤退。结果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就这么一路追踪该车辆驶入一片植被茂密的丛林地区，在发现该地停留着大量亚美尼亚火箭炮部队，果断引导远程精准打击，一锅端了亚美尼亚的火箭炮部队。从这两个视频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现代战争中处于电子防御能力薄弱的一方，在面对无处不在的空中侦察时显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已经不是士兵有勇气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装备上、作战体系上的差距会让整场战斗呈现一边倒的情况，连敌人影子都看不到，就迎来一大片的远程精准打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近期有消息已经指向俄罗斯的科苏拉哈电子战系统正在应用在纳卡战争中，阿塞拜疆手里的土耳其产 TB2 无人机经常性无故坠机。不过很显然，这种投入并不是成规模的投入，这种情况更像是俄罗斯在借着亚美尼亚的局势检验自己的克拉苏哈电子战系统实战能力的。当然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亚阿双方尽管不对付，但是双方摩擦也并没有呈现出如今这种完全一边倒的情况。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土耳其、以色列都介入到了纳卡战争中，并很直接地站在了阿塞拜疆一方。伊朗则因为针对土耳其开始有限度参战，阻击土耳其援助阿塞拜疆的雇佣军。唯一能改变现状的力量只有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显然只有测试武器的想法。现如今，尖端武器市场布满了各种各样竞争，其中又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为最。而在高超音速武器中，却被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一举超越。近日，美国在对中国的军民融合表示了强烈指责，却又向中国学了起来。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10月29日报道表示，美国在强烈指责中国定期利用大学来加速军事研究，然后将其用于开发防御装备后，却又向中国学了起来，通过与美国大学和一些财团签订合同来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目前，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已经获得了1亿美元的合同，该大学将与其他大学一起与国防研究机构进行军事上的紧密合作。另外，还有德州农工大学的工程试验站领导的应用高超音速大学联盟和其他至少23个州确定的41个致力于参与 UCAH 的机构。美国早在1994年就首次提出军民融合的概念，并作为国策被正式确立。美国虽然是最早进行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但也是因为是第一个，所以在发展上有着一些漏洞，比如和企业合作，却没有和大学等有过多紧密的联系。而中国在这一块上向来是两手抓两手硬，所以美国为了不被中国超越，开始各种手段抹黑中国。比如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能够超过他们，是因为窃取了他们的技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认为，中国利用聪明学生和研究院在特定领域的访问权，以转移美国机构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从而获得不当的优势。不得不说，美国也是够无耻的，以他们自己的保密技术，各种科研资料不向来都是看得死死的吗？还能给其他国家的人学不成？再说了，美国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自己都还没列装呢，谁学得会？美国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还真的当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军事研究员难道都不需要学习就能随便进行研究的吗？况且美国自己的研究技术多少都是从苏联带回去的，也不知道算不算抄袭。
而为什么美国在科研领域和一些军事领域频频被超越呢？最主要的就是近些年美国科研经费不仅没有增长，还被特朗普削减。而随着科研经费减少之后，科研成果自然也就随之下降。相比中国每年都会增加的科研经费，中国在多个领域超过美国，或是差一点超过美国，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美国现在不怪自己科研经费不够，还打算找中国的错处抹黑中国，并且开始跟着自己臆想的照搬照抄，企图通过自己国家的大学推动高超音速武器的应用发展。最后，美国现在再怎么去强求，浪费掉的时间也不可能重新追回来。毕竟中国就是因为从来不会浪费一分一秒，才能在短短几十年从零开始到现在的大国之一。而且美国在止步不前的时候，中国却不会停下脚步，所以美国再怎么抹黑也是毫无用处的。